你就知道 Dustin 用的这道题目，其实我想跟你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在 DST 的逻辑题，乃至于所有的 DI，就是所有的 Data Insight 的题目，我都提倡你首先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 role-based scenarios，这是最直觉也最快的方法。只要你用起来熟手的话，你的做题速度会比别人快很多，而且你的思考不会去搞乱，你会清晰很多。好，这个我们叫做代入法。好，不止你用在就是 DST，你也可以用在 MSR。比如说你在看好几个分页的时候，你尝试去代入，好去想我到底当事人是谁，这个分页到底是什么资讯。那我看完这个分页之后，我会需要更多什么资讯？那你在看下个分页的时候，你就会更容易连得起来。好，这样的概念。好，来各位，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 DI 还有这个题目有另外一种特色，其实它文章里面有大量的资讯，就是你刚看到的还算是基本款，但实际上正式考试的文章常常会像这样子的长度。或甚至是这样的长度，对不对？好，或甚至是什么？甚至是你后面会看到像这样子的长度。好，DI 它有一个设计上的这个就是特色，就是说它会故意塞入垃圾资讯、不必要的资讯、多余资讯。如果是 CR 的世界不会这样做。好，如果是verbal 那边的 CR，它都写的很精炼，CR 里面每个句子都有用途。CR 不会有故意误导你的资讯或者是垃圾资讯，OK 好，但是 DI 就会故意塞入很多的垃圾资讯，好，就是没有意义的资讯，所以你不要被这种长句吓到。你看的时候呢，你就是想一件事情，把自己带到一个角色里面去就对了。OK，好，来各位，我们现在来让大家试试看做这一题。好，那这一题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分半钟，好不好？来，大家可以开始作答了。好，来，我们还有1分钟，我们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好，来各位，我们现在暂停。好，来，我们现在看现场89%的同学选择了一选项，11%的同学选择了 D 选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道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来，我们先看第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他打算从 LA 去到就是 San Francisco， 就是旧金山。然后呢，他们要去走山路这样子。好，他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骑机车，然后呢，就是一种是这个开车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想要知道说这个我已知资讯是说，好，如果是开车的话，可能会用到比骑机车三倍的时间这样子。好，那根据以上的资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确定说，到底 B 是不是用了手上所用的最快的方式，对不对？对吧？OK，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思考一件事。好，我们要思考，如果我带入一个角色，我是谁，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带入一个角色嘛。好，好，那请问我们要带入哪个角色？Of course，我们带入就是 B，我们不需要去带入什么长宽什么学者啊，什么就是路人啊之类，我们就是讲 B。你是 B，然后你要从 LA 到 SF。好，然后呢，你现在有两种方式。好，那我们已知的资讯是什么？我们已知资讯是，好像感觉看起来开车比较快，感觉看起来骑车比较慢，对不对？对吧？OK，好，好，比方说开车比较慢，骑车比较快，这样子。好，走山路。好，那问题来了，我如果想要知道真实谁比较快，谁比较慢，对不对？好，真实的快跟慢，我还需要知道什么资讯？我可能还需要知道，比如说会不会开车，我比较常或开车或骑车，我比较常下来加油嘛，对不对？对吧？比如说，也许骑车比较快，可是问题是这个骑车的就是油箱，机车的油箱太小了，我可能骑要回来加油，对吧？要下来加油又会拖到我的时间，对不对？好，或者是今天好，比如说开车比较稳定，结果骑车虽然比较快，可是骑一骑呢可能会够喽，对不对？误入就可能车子泡泡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对不对？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不一定比较快。就好比说，我想飞机跟火车，对不对？飞机肯定比火车快，可是问题是你会选择哪一种出行方式？当你最快的出行方式呢？你不一定会选择飞机，为什么？因为可能飞机要安检，对不对？好，然后飞机可能会 delay 之类的。好，来这边有听懂我的比喻的，可以帮我打一个1吗？好不好？OK，好，虽然文章已经跟我们讲说，就是实际上在骑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对，的确骑车是比较快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你要选择出行方式，你不会只选择那个交通工具的速度，像我们刚刚讲的，对不对？OK，好，你会去考虑到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的有优势或劣势，像比如说火车不用火车站离市区比较近，或者是说火车是不用 check in，对吧？好，然后呢，就也不太会去 delay 之类的，对吧？好，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两个条件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资讯？好，来只看第一个条件的话，我在想我到底要开车还是骑车？结果呢，我发现一件事，我中途需要停下来吃东西。OK，可是问题是中途停下来吃东西，这个机车也有，汽车也有啊，对不对？所以看不出到底是机车比较厉害还是汽车比较厉害，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条件无法给我更多的资讯，无法让我去决定说到底要哪一个。就像我刚刚讲，我到底今天是要去坐飞机还是要坐火车？结果你说我需要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那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有任何有用的资讯吗？没有，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好，没有给我们任何有用的资讯。好，insufficient。那第二个呢？说什么？好，就是 B 这个人
他跟一个喜欢自然风景的人一起去出游。那问题来了，那你开车也可以看自然风景，你骑车也可以看自然风景，所以到底哪个比较优越？你没有给我任何有用的额外资讯让我去确定，所以这也是 insufficient。两个加在一起一样，对不对？开车也需要停下来吃东西，就是骑车也需要停下来吃东西，开车也可以看风景，停车也可以看风景。到底有什么新的资讯可以让我知道这两个东西到底优越在哪里，谁比较优越？所以这两条件合在一起，永远无法判断。所以这道题目最后答案选择的是 E 选项。怎么样都无法去判断这样子。OK，好，所以你看哦，当我们今天带入这个 B 这个人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去做思考，对不对？对吧？虽然我知道骑车好像比较快一点，但是呢，真正选择到最快的出行的 option，我可能会去考虑到其他的资讯，我会去考虑到中间的一些意外之类的。可是我们发现这边所提到的中间的意外都不属于机车或汽车独有的，所以到最后这些东西没有给我们任何有用的资讯。OK，好，来，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所以你看，这道题它其实给你了很多有的没的东西，比如说 LA 到 SF 这就没有意义它什么地方都没什么意义的。然后它给你很多莫名其妙的资讯，对不对？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开车是骑车的3倍这是目前就没什么意义的资讯。可到最后其实重点是在于说你要去判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去影响你的出行时间，这样子。所以当你今天看到这种长文章的时候，你真的不用去害怕，为什么？你要用的是什么？你要用的是这个问句当字典。只要你今天问句能够去带入一个正确的人，你在看文章你的吸收会比较快，你也会知道哪些资讯是无用的资讯。这样子 ，OK，看一下第10题的地方。那一样第10题的地方，我们一样给大家1分半的时间。等我一下哦。我刚刚按错了。我们重新开启这个投票，给大家1分半的时间，请大家帮我去选择一个选项，好不好？OK。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很明显回答的速度是变慢的因为现在1分半钟目前还只有25%到42%，然后慢慢开始回答了这样子目前还只有少数的同学会有给出答案这样子好，那 anyway 我们现在有50%的回答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有69%的同学选择了 B 选项，有15%的同学选择了 C， 有15%的同学选择了 E 选项，这样子。好 ，OK，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道题目好不好？好，来大家看这道题目。来，他说，假设今天某一间餐厅点的名字它的餐厅的这个价格是 M 这个价格，然后今天呢我们去买这个就是餐，可以让你去用一个15块钱的折价券。OK，好，那今天呢，这个餐点如果是在周末买的话，如果今天是就是超过80块钱的话，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可以得到15%的折扣，对不对？对吧？好，那在这些条件之下呢，请问就是 A 到底有没有比 B 买同样的餐是不是会更省钱？这样子。OK，好，来这个题目你看哦，我知道大家为什么做的比较慢，是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好像尝试要去给你加入很多的数字成分，对不对？好像让你去做计算。来，各位请帮我记得一个重点，在考试做一个重点。做 DST 的时候，你一开始看文章看到有数字或者是要你去导公式你不要去做任何的笔记，你也先不要去做任何的整理计算，因为你根本还不知道还要问什么东西，请记得这个点OK，好。还不知道问什么东西之前，你就不要去做数据的整理或者是列公式，这件事情是很浪费时间。当然，这个观念也同样适用于哪里？也同样适用你在做那个 TPA 的题目，或者是你在做那个 GT，就是 Graphing Table，或者是 MSR。很多同学会习惯说，我看到这个图表，我来分析一下，哇，这个是成长趋势还是下跌趋势？这个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这里面的数字是多少？很仔细的去看，不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还不知道题目要问什么，你去做这个事情干嘛？搞不好你分析了一大堆，结果题目没有问到你分析的趋势。OK，好。第二个，一个图表本来就可以去组合出各种各样的趋势，对不对？一个情境也可以问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又不是电脑，你又不是 AI，你要怎么把那10几20组的数据点就马上去全部整理出来？所以这样子做是完全的浪费时间。所以在看的时候，乖乖的看过去就可以了。你在看的时候看到这些数字都要去临危不乱、波澜不惊，不要去心急，好不好？你大概就知道在讲的是，反正记得有几个成分，有餐点的价格，有折价券，有就是平日跟假日的这种，就是这个折扣不同的这个折扣这样子。OK，好。但是重点来了，重点是你看到最后这句话，就是到底 A 有没有比在买同一份餐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比 B 更深，对不对 ？OK，好，有还是没有？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说 A 买了一份餐如果那我先讲我们带入哪个角色，我们当然是带入了 A 的角色，我到底有没有比那另外一个人更深，对不对？我就是一个爱比较的 A，就是一个爱去跟别人比较的 A 这样子，我到底有没有比他更深？来，第一个，A 这个人他用了折价券，对吧？他也符合了折价券的这个那个
就是它的价格超过80块。我知道你这个时候会很想要去想说，第一个，这个时间是不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周间还是周末？如果是周间才会用到，如果是周末才会超过80块才能用折价券。如果是什么？应该说，如果是前面这个地方，不管是周间或周末才可以用折价券。但是如果是周末的话，还可以再多加，还可以多打折15%。如果超过80块的话，我知道你会想要讲这些事情，因为这些数字跟你刚刚看过的是一样的。可是你先不要去做计算，你先想本质。你看，如果我们带入本质的话，我是 A 这个人，我跟别人比较。第一个条件只让我知道我最后我最后打了多少折，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打多少折的，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打多少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算我算出来，我最后只花了10块钱好了，搞不好隔壁花5块，搞不好隔壁花3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条件是无法给我们答案。OK， 所以第一个条件被我们排除掉是 insufficient。你只要带入B 这个人就知道，你只要带入 A 这个人就知道，我怎么精打细算都不重要，重点是别人有没有比我买的多或少，对不对？因为我们问的是比较的嘛，对不对？对吧？我就是一个爱比较的人，所以第一个我只是算的很爽，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比别人胜。好，那第二个条件呢？我们单独看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单独看的时候说什么？B 就是用 discount voucher 去买了一份餐，B 花的钱最后怎么样呢？比起 A 花的钱多了10块，要不要去做计算？不用做计算，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就直接告诉你，对 A 真的比较省，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哪些是垃圾资讯？这个题目实际上垃圾资讯这个地方是垃圾资讯，这个地方也都是垃圾资讯。其实它是故意放这种很复杂的规则来去混淆你，要把你引入做计算的陷阱。OK， 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这个题目根本不用去做任何的计算，因为第二个条件里面就只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可以直接证明，对，的确 A 是真的买的比 B 更省。好，这边有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1吗？OK，那你说 Dustin， 可是这只是礼拜一的情况，那又不等于礼拜二，又不等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请问这个题目有帮你问你每一天吗？没有，他问的这个 date 只是什么？就是指过去任何一个过去式，这是一个正常的过去式，他没有要说 every day，他没有要说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只是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你不需要证明1、2、3、4、5、6日天天都很省，你只需要证明就是只要有一次就可以了。OK， 只要有一次，你就可以说 Yes, he did it。但是如果你要回答 no 的话，就是要证明过去一次都没有，这样子。OK， 好，那第一个条件当然无法去证明到底有一次还是一次都没有，因为它只给我们看一个人的资讯嘛。但第二个条件，它至少证明至少有一次是在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回答 yes， 它至少有一次发生过这种事情。所以最后答案是第二个选项。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刚刚选到 C 跟选到 E 的同学，你们的各自的盲点是什么？好，因为 Dustin 我教学的特色就是这样说，我不是只是讲正确答案长怎么样，我还会跟你讲你选到错误的答案，你的逻辑盲点会是什么？我们来分别讲一下。选到 C 选项的同学，你的逻辑盲点是这样子的：你在看2的时候，你不小心我猜你应该是不小心把1放在一起看。好，我猜你的思维流程应该是这样：你看1的时候，当然你没有选 A，就是因为你看1的时候，你知道说，对我们只看 A 的算法，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比别人更省，我还想要知道 B， 对不对？因为你们心里面有刚刚我们讲这个点，所以才不会去选择 A 选项，因为你知道只看 A 不行，我还要看到 B。但是呢，你心里面在求 B 的时候呢，你就想到第二个条件刚好给我们 B，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绑在一起就是 sufficient，因为第二个条件刚好给我们缺的东西。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直接跳到了把两个绑在一起，可是搞不好第二个条件本身就已经给我们需要的资讯。就是等于说你的做题流程有问题。哪个问题？你不应该是先看1之后直接把2加进1里面去，因为你以为两个加在一起成立，可搞不好其实是第一个条件是非资讯，第二个条件本身就已经单独成立了。OK， 好，来这边有理解我意思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有理解意思吗？所以我猜刚刚好选到 C 选项的同学应该是犯了这个问题。你其实心里面很清楚，第一个条件还缺什么东西，可是你就觉得说好像 B 选项有给我们这个缺的资讯，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可以成立。可是实际上其实 B 选项单独就可以成立。好，那选择1选项的同学，就是第5个选项的同学，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问题，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们可能误读了题意，你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只是讲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不一定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题目其实根本没有要问你是不是每一天每一年。did 的意思就是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只要你能证明曾经有就可以。那如果你要证明 no 也可以，永远都曾经完全没有过。你如果能证明这件事，也能算 sufficient。所以你不需要证明每一天都是，你只要证明有一天是，或者是每一天都不是就可以了。OK， 好，所以问句非常非常的重要。